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恐怖经历，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我必须说哈，今天这则经历是发生在印度，没错，又是印度了。但说真的，我看了很多印度的鬼故事，可是我必须说哈，印度的鬼故事有时候真的是相当的骇人。像说今天要介绍这一则呢，我必须说哈，它像是一个除魔的一个经历。那她这个姐姐被附身之后，那他们的家人要做这个哈凡就是他们的一种除灵仪式，去赶走这个恶灵。说坦白哈，我有介绍过几则，那好像这种除灵仪式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印度哈。然后再来最后一个点就是，我必须说哈，像我没有去过印度，那其实当地人都说恒河水是圣水。那这个水其实以我们外国人的一个眼光跟角度来讲，它的水是相当的脏，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它竟然有用哦。好，至于这一个人他碰到了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咯。我是 YSG 的新会员，也不是个擅长说故事的人。如果英文上有什么样的错误，也请多多包涵，因为英文并非我的母语。这是一个关于我姐姐的真实灵异经历，我们姑且称它为普家。一切都开始在几天前，当时家中开始发生一连串的奇怪事件。那天晚上原本平静安宁，突然被一声尖叫给打破，是我姐姐半夜尖叫。我妈妈惊慌地跑去房间安抚她，并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姐姐惊魂未定地说，她看到一个男孩站在她的窗外。我们全家都震惊了，因为我姐姐的房间位在5楼，而且根本没有阳台，那个男孩怎么可能站在窗外呢？这听起来根本像是一场清醒的噩梦。2天后，大约晚上10点，事情再次发生，姐姐又惊声尖叫，原因依然一样，她又看见那个男孩在窗外。那天晚上，姐姐她害怕的不敢独自睡觉，只好和我妈妈一起睡。这时我妈妈真的感到不安，决定要在2天后一个吉日举行净化法会哈凡，希望透过宗教仪式驱逐这股邪恶的力量。然而就在哈凡的前一天，恐怖的程度急剧升级，姐姐又一次尖叫，但这次她不只是看到窗外的男孩，而是说那个男孩站在她的床边拉她的棉被。妈妈立刻冲进房间，但只看到空无一物，那个男孩早已不见踪影。妈妈准备转身离开时，恐怖的事情再度发生了。她全身僵住，然后晕倒在地。我们赶紧叫来医生，他为妈妈注射药物。当妈妈醒来后，他告诉我们，刚才他转身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漆黑的影子，那个影子穿过了他的身体，然后他就失去了意识。这件事让全家陷入了深深的恐惧，气氛越来越诡异。隔天，尽管前一晚发生了这些恐怖的事件，我们仍然举办了哈凡的净化仪式，祈求能终结这场噩梦。但没想到最可怕的事情就在仪式进行了10分钟后发生。姐姐突然变得不像她自己，她像是被某个邪恶的灵体附身了。她剧烈的摇头，全身痉挛。主持法会的潘迪特吉法师立刻用朱砂、盐巴和某种粉末在她身边画出保护圈，然后大声问那个灵体说，你是谁？为什么要来附身她？快放过这个无辜的女孩。姐姐开口了，但说话的声音不是她。
那是一个成年男子低沉的声音，不停地说：“我要带他走，我要带他走。”潘迪特吉立刻将恒河圣水洒向他，那个灵体立刻痛苦的大叫说：“住手！我说，别洒圣水！”在痛苦的逼迫下，这个灵体终于开口。他说他叫拉胡尔，在一次车祸中死亡，但他的灵魂被我们的一位亲戚用邪术控制，派他来杀掉普加。他说那位亲戚在一颗甜球里下了黑魔法，让普加吃下去，然后他开始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声音冷得像胜利者一般。你们阻止不了我，我要带他走。但潘迪特吉丝毫不惧，开始诵念强力咒语。姐姐哭得非常的犀利，声音撕裂人心。那个灵体明显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突然之间，姐姐开始呕吐，潘迪特吉立刻用一个罐子接住她的呕吐物，那是一种黑色有极臭气味的液体。他用红布将罐子盖住。几分钟后，姐姐的身体不再颤抖，声音也恢复了正常。那个灵体似乎离开了。自从那场恐怖的哈凡之后，家里就恢复了平静，黑影消失了，尖叫声也没有再出现，恐惧感也终于散去。那是我们全家这辈子最可怕的经历，但感谢神明，一切似乎真的结束了。好，介绍完这则经历，我必须说很精彩。说真的，我其实在找我们亚洲什么附身的一些经历啊，那些经历其实我不知道我看完之后我会觉得就还好，也没有写的那么巨细靡遗，但是这次他写的非常巨细靡遗，哈凡，然后用什么恒河圣水，然后还有什么杀猪等等之类的。那其实说坦白，这样的诅咒我好像在台湾有听说过，像我之前好像有讲过蛮多次了，就说有人跟我讲说他姐姐之前也是被人家诅咒嘛，然后拿他的指甲，拿他的头发，把他的生辰八字放在人家的骨灰瓮，或是放在人家坟墓那边，然后这个女的也就开始出现很多反常的行为啊，等等之类，变得非常非常的奇怪。所以这种东西能不能相信？我觉得应该要相信。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人的家里环境比较好，所以说他想要去陷害这个他姐姐呢？我不知道。其实我只知道的一句就是，人真的很恐怖，即便是亲戚也想要害人。说坦白，说到人很恐怖，有时候就会想到我们家的2号。那其实2天前就是他刚过世1个月了，那其实也开始慢慢放下，但是我却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家的猫东东却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去悼念他，甚至家人想要丢掉2号之前的一些床等等之类的。说完隔天，东东马上跑去躺他的床，似乎在告诉大家，告诉我们不要丢，他要用这种方式去想念2号。所以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动物的想法或是动物的灵体搞不好比人类还要来的善良。好 ，OK， 我是够商的启明，那今天的恐怖怪谈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咿呀嚓嚓。